假如有一天太阳不再升起，那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太阳在那个方位，但是它始终是处于地平线下面，它就是不起来。我觉得极夜就是会模糊你对于时间的概念。真的，现在是2点38分，你敢信？每年的12月中下旬，地球倾斜着，将北极圈缓缓转向远离太阳的一侧，阳光无法越过地平线，太阳不再升起，时间也陷入混沌。斗转星移，极夜降临，我们身处其中，就好像陷入了一场深蓝色的梦。Hello， 大家，时隔8年，我们又重新来到了罗瓦涅米，这是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城市。我们8年前第一次出远门，来到的就是罗瓦涅米。就我们之前去过格陵兰，看过永不落下的太阳，那么这一次，我想看看永不升起的太阳，极夜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据说呢，在这种完全不会有太阳的地方，人会抑郁。也据说极夜并不是完全的黑暗。所以我很期待我们接下来10天，在极夜中的生活吧。非常神奇，现在我们车开在路上，极光就在头顶闪烁。这次我们会循序渐进地进入极夜，让身体慢慢适应。所以第一站是太阳只能升起到地平线上0.9度的拉普兰地区。大家早上好啊！现在是芬兰早晨的9点钟，天才刚刚蓝掉。哇塞！这个呢，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大 house， 整个街道上，哇塞，都覆盖满了雪，难以想象啊！昨天还在温暖的家里，今天就来到了这么一个极北之地。像在罗瓦涅米这个附近呢，它是不会有彻底的极夜，太阳还是会升起那么一小会儿，下午1点多太阳就又落下去。然后呢，因为芬兰这里我们8年前来过，着重的去探索了罗瓦涅米这个地方，去看了圣诞老人村。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呢，是为了芬兰的另一种奇观——树怪。在它的东北边有那么一个小的森林公园，叫里斯山公园。然后呢，那边的降雪应该会非常丰富。从我们这个 house 开过去大概还要30分钟。会好爽啊！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们看到现在月亮挂在天上，太阳马上就要升起了。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晴天，很罕见的晴天。哇，现在这个颜色好梦幻啊！哇塞，森林开阔的湖面，一望无际的树海。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粉色，原来出现在极夜。现在我的屏幕里面和眼前都彻底粉了，这粉红色的维纳斯带。现在是9点52分，10点半才会日出，还得再等40分钟。好辽阔的风景，我觉得北欧可以治愈我所有的不开心。哇塞，我们现在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这边的雪确实会稍微厚一点啊。这里是里斯山森林公园吧，好像是。太阳出来了，看，这边就是太阳光，然后，真的耶，光来了，小螃蟹。不要拍我，不要拍到我。哎，现在大家也都出动了哈，看到那个
树梢上那个月亮，哇塞，这太绝了吧！啊，我们照到了芬兰的第一缕阳光，脸上暖暖的耶。现在呢，大概零下12度，还是挺冷的。哎呀，来到这儿就很治愈啊！哇，它这个上面还是漏的哎。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了一个接近极夜的地方，我们对它一无所知。目前已知它10点半日出，然后我还有2个小时就日落，我怀疑它在这一个时间段都是金色的。哇塞，那如果这样的话也太浪漫了。你看这个地上，这个地面就是泛着红光，像是燃烧着一样。你走，你往前走。小时候在杂志上看过一个人讲，他和芬兰小孩聊天，小孩子们会惊讶于我们这里的太阳夏天是会落下的。芬兰的夏天几乎呈现永昼状态，而就像芬兰小孩不了解我们的夏天一样，我们对于他们的冬天也充满好奇。哇哪里？有人在跑步哎！越野跑哎，北欧人还是会玩。我已经被冻成孙子了。我跟你说 ，Links 一看到这种场景就走不动道了，一步3步。芬兰真的是一个满足你对于雪、森林，然后这种像童话一样的这种幻想的地方啊。你像李斯山，它这就是属于丘陵地区嘛，它这边其实没有什么那种高大的雪山，但是就是这种非常开阔的感觉，让人真的很心旷神怡。是的，你在这里干嘛呢？我在这边找到一个完美的画框。其实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在亚洲生活的时候，就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说阳光有多么的珍贵。但是在这里，在12月份呢，接近极夜的时间里，这里是很少见到阳光的。能够照到这样的光，简直是奢侈幸福。现在时间来到了11点50，光还是金色的。那么应该我预料的不错，它整个太阳升起来的这个过程都是金色的。太牛了！还有比这更适合摄影老的地方。怎么样？无人机飞手要在这里起飞了吗？对，因为感觉我们快走到这个山的顶部了。顶部的话就刮风了嘛，它外面其实风还挺大的，我们在这儿避避风。起飞！我真的不知道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么冷的时候，它早上太阳出来之后呢，直接这个森林这边起了一层平流雾，就很低很低。其实这正是李斯山能够形成树怪的原因。在太阳几乎无法升起的冬季，地面空气越来越冷，而空中的温度反而更高，水汽无法上升对流，于是就形成了这样压在地表的云海。而随着风和零下10几度的气温，冰雪一层一层的冻结在树枝上，慢慢的就形成了这幅景象。零下12度，Links 已经冻出鼻涕了，马上就要到嘴里了。冻出鼻涕很正常，因为刚刚太冷了，我的鼻涕在这儿挂了好长时间，冻硬了。然后我冻硬了之后呢，它插到雪里了，你看到没？你把它拿出来。啊！哇，这是我的鼻涕。大家还在吃饭呢。能看清吗？嗨，他们好像都不会打招呼啊！我受到冷落了，我要自闭了。你忘了这是哪儿的吗？这是全世界最哀的地方，就是芬兰。我听说他们排队都要1个人间隔1米那种。我觉得他能面对微笑，就是回你一个眼神，就已经非常的勇敢了。你看，果然啊，镜头是冻住了，有一层冰霜。虽然这里的气温只有零下15度，但极高的湿度和山顶的狂风让体感温度骤降到零下30-40度，超冷。
而在拉普兰这样的高纬度地区，日出日落的时间会被延长到1-2个小时之长。为了能够长时间观测极夜下的风景，我们决定搭起帐篷。当当，这就是我找的我们完美的露营地了。我要看看，我还没有 first look。哇，开阔吧！哇，真的好漂亮！我真的觉得令斯就是漫漫长夜里那个旅人，他有着非常好的审美和非常坚韧的心。你说谁家好人往这修里逃？怎么样找的这个地方？啊，你被树怪挡住了。小树怪这个是蟹棒，蟹棒。哎，我来了，我来了。啊，感觉现在光线变弱了一点点哈。我们需要赶紧搭帐篷了，生死时速，生死时速。我们可以在这边待到天黑，看蓝调，然后看看会不会有极光。现在我们开始分头合作，小盘也来平地，然后我来拿出来帐篷。零下30多度的体感温度把帐杆冻得异常僵硬。终于在20分钟后，帐篷搭好了。这个帐篷太难搭了，终于是给它搭上了。现在是赫尔辛基时间的下午1点半，太阳要落山了。哇，什么玩意儿？外边都粉掉了，小螃蟹。哇，是你啊，绿头啊！啊？看一下，哇！右边这边最粉，你可以往右转，哇！超粉的银色世界，哇，太美好了！维纳斯带又重新显现出来了。这次我就学聪明了，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在这里住一晚 No, we just take some photos. It's so cold, so we need the camp. Yeah. It's our shelter. Bye bye,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我们刚刚以为是 ranger， 因为我很担心国家公园不能露营。你担心露不露营？我第一次知道一个最有趣的法律，就是在芬兰这边，北欧它这个几个国家都有，它具体的名字叫油气权。在非私人领地之外的这些所有的自然的地方，包括公园，所有人都有权利在这个地方进行徒步露营，所以就是真的吗 all free， 真的。那有标明螃蟹也可以吧？螃蟹需要跟着人类才可以。看我们帐篷面前的这些，就是一些小的树怪。这边给你倒一杯热水。我现在相机只能全程插着管才能拍，太冷了这边。我能在这样的地方来上一杯热水，该是多么的享受！干杯！天色变暗喽。我刚拍了一些照片，然后现在用视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营地。星星现在已经出来了一颗，真的就是这个远处，它就是有一层薄薄的雾，再配上这个蓝调，这是异常的梦幻。特别是大家看远处的这个滑雪场，这个灯光看着就更加的神秘。咦，极光好像出来了。有极光的，太浪漫了！
你都不知道这个画面有多梦幻。我想哭了。哦，原来极夜谷是纯黑的，还有极光的照耀哎。受不了！你看这边，这还行吗？来那边站。外面因为太冷了，所以我就把相机插了一个充电宝，还给它套了一个手套。然后现在进帐篷来暖和一下，喝点热水。在适应极夜的第2天，我们遇到了本次旅程中唯一的一次晴天，所以丝毫没有感受到日照时间短带来的负面情绪，而是完全沉浸在这梦幻的光影里。而第2天早晨，世界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样貌，黑压压的云层席卷了整片大地。在冬季的漫漫长夜，这样的天气才是主角。试想一下，在几千年前，没有发达的科技、电力和户外装备，人要如何才能在长达2到3个月的黑暗和极寒中生存下来呢？芬兰人用雪坑、木材、石头和水找到了生存的秘诀。他们会在白天先用6到8个小时把石头烧到通红，然后排出烟雾，这样就能提供12个小时的热量。到了晚上，在石头上泼水产生蒸汽，使室温升高到70-80度。这种稳定的热源让古芬兰人在极夜中生存下来，这就是桑拿最初始的形态。而到了现代，桑拿房几乎成为了每一个芬兰家庭的标配，甚至学校、公司、政府大楼里都有。比如在芬兰议会大厦，不同党派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也会在桑拿房里进行，因为他们认为脱掉衣服比穿着西装相见更加坦诚。而我们住的这家民宿毫无意外也配有桑拿。现在呢，回到了我们的民宿里面，带大家 room tour 一下。一进来位置呢是一个很大的客厅，这边呢是餐厅，这里是我们的厨房。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浴室里边呢就带一个桑拿房。当当，我已经把这个热量加起来了。可以看啊，它这个里边，这个桑拿房里面是没有顶灯的。然后呢，正面有一扇窗户，唯一的灯源就是在你坐着的这个椅子里面，它打了灯。然后呢，还有一个很牛的设计，你刚刚从这个桑拿室出来，就在你的正前方就有一道门，这个直接就通向满是雪的这个院子里。在现代，芬兰人的桑拿不仅仅是为了取暖，还会直接冲进雪地。他们认为这样能够让扩张的血管瞬间收缩，强制激活神经系统。在极端的冷热交替下，大脑会瞬间放空，只专注在呼吸这项基础的生命活动上。躺在雪地里，感受身体的变化，让自己在漫漫长夜中真正的苏醒过来。而我也想挑战一下。哇塞，好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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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烫屁股呢。我发现我给自己打一个灯。进来了桑拿房之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迅速的这个升温，然后让你的整个毛孔都打开，会有一种很爽的爽感，也就是浑身现在突然起满了鸡皮疙瘩。然后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就这个热不仅仅是外在的，还直接吸到你的身体里、肺里。这边有这个，哇塞！哦，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快到了我的极限了，我现在浑身已经出了超级多的汗，终于现在要到了出去裸着踩雪的阶段了，来吧！哇，身上一点都不冷哎。第
第一次尝试，强烈的冷热交替让我瞬间逃回了桑拿房，但第二次我告诉自己，已经在身体里储备了足够的热量，不必再畏惧寒冷。哇塞，现在外面蓝调哎！光脚踏上雪地的瞬间，皮肤下的血管迅速收缩，身体也启动本能的防御机制，将血液集中输送回核心器官。冷刺激像一道开关，神经系统被瞬间唤醒。几秒钟后，脚底逐渐出现的麻木感提醒我正身处零下20度的环境里。这一刻，我开始理解芬兰人为什么需要它。在极夜和漫长的冬季里，光线稀少，时间的概念也变得模糊，而冷热交替的桑拿让身体重新清醒，找回对温度、对自我存在的感知。当我回到房间内，降落无人机的时候，它居然直接在我的面前砸了下来。大家看讲页上，我突然说电机过载，讲页上就结了一层冰哎，这个水汽好重啊！这个芬兰的天气真的不太一样哦。然后昨天我们的那个帐篷里面到底有多冷，香蕉冻得黑球球的。而就在这一天，非常巧合，我们得知好朋友 Tim 居然也在罗瓦涅米，于是吃完早饭后，我们就启程往回赶。但就当我以为浓雾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发现不远处的山顶正散发着金光。确实是只有最高的这个山上的树照着的一点点光，然后天空呈现出非常神奇的这个渐变色，就不知道这后边是湖面还是啥，太神奇了吧！哦，这是云吧？云海吧？这是。I got lies to keep and you got 42nd Street painted pictures on the line. I got time to kill and you're still on that pedestal. How'd we cause this great divide? Oh, where we go when the walls come down? Oh, where we hide when the wolves come out? Oh, why do we lose ourselves trying to prove ourselves? Why do we lose ourselves?哇，因为刚刚很重的雾气和有这个温度，给这边的小树枝上都冻结上了这样的冰霜。哇塞，真的好美呀！感觉这里很像 Hawkins， 到了晚上被一层雾笼罩着，然后上面那2条是寒夜光柱。我们来到这里有一个任务，不是，就是对抗极夜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跟朋友们相聚。你在这儿也有朋友？你看吧，找到这个绿牌这个我的朋友这个哇，是你啊 ，Links， 这是 surprise 呢。哇，你要演这种吗？啊，你太假了！我故意演的假。真不错哦，欢迎来到我们的小房间。这还小吗？快感受一下，这个好大哦！是你们这种住帐篷的人没有体验过的。哇，好窄！这么好吗？这还可以。还有 piano， piano， 你会弹吗？我不会弹，我也不会，我倒还挺想学的。王也会弹。不会，啊、你给我们弹一下吧。他会。不是我会。我已经忘了。哇，可以啊！我只能秀3秒。我已经听出来是哪首歌了。感受一下。今天没几光。今天阴天。你们要去晴的地方追的话也可以吧？够了，我们已经拍够了。昨天爽拍了很久。你们拍到几点？11点钟。对，我们从4点钟开始拍，5点钟。不行。怎么了？我们就拍到了8点钟。我感觉自己没有努力，我现在有点难受。休息，好好努力一下，再给你努力一下。以往来到遥远的北欧，我们都是与摄影和孤独为伴，但这次真的很巧，在内心最脆弱、最需要陪伴的极夜，
居然能和好朋友们欢聚一堂。谢老师，哎呦，太巧了！哎呦，这都能见到，没想到吧？这是最离谱的，就是没有预期的，然后大家就撞上了，就在路上还在问你是不是也来这儿，完全不同的项目，完全没有规划，对呀、但是隔着世界还能见到。你是就是7和7的倍数倒排，就14、21或者17，拍完以后它会倒着往回数。我们来试一下，直接1、2、3、4、5、6。哦，然后你那点8，8就反弹回来。好 ，OK， 来，第3集弄完以后就正式开始了，数的是2、3、4、5。6都出来了，怎么办？好了，我们玩了数7和倍数的游戏，输了的人会被惩罚吃芬兰特色甘草糖。好吃吗？好吃呀，好吃吗？像吃药一样，那好吃呀。对，哎呀，好的，只有5，好，继续。8，累死。这不是甘草糖味吗？就茴香糖，用茴香做的8角大料，这是欧洲人特别喜欢吃的糖。味道你居然会觉得这个好吃？没有，我觉得不是很难吃。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让这趟旅程变得格外难忘。分别后，我们也回到了8年前那个一切梦开始的地方。时隔8年，我们又回到了罗瓦涅米，又回到了圣诞老人村，哈哈，给大家看一看8年前小螃蟹的照片，可像长泽雅美了。真的重回这里，感慨万千呢。宝宝到了这儿，咱们就穿过这条线，来，你穿过这条线，你就到北极圈了。哇，我还记得这个小火堆，但是8年前我会觉得特别冷。8年之后，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变了，比如说8年前它是用斯坦尼康加上尼康 D850来拍视频的，然后现在已经出了这么多设备了，我们也都非常不一样了。有人在烤棉花糖，哎，好神奇！我们的视频里很少会出现这么多人，但是呢，因为这是圣诞节，所以你不会觉得人很多，只会觉得很热闹。现在我们正在罗瓦涅米的圣诞老人村，然后呢，这边有个圣诞老人的邮局，可以给自己寄个明信片哦。也选了一张明信片，让它寄出去，这样明年的圣诞节我们就可以收到这张明信片了。哇塞，最漂亮的一张，我没见过这么好看的邮票哎！好像可以去到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哦。这么屌吗？嗯哼。小螃蟹寄出了明信片，天空再次暗淡下来。这个时候的我们不再觉得世界是清冷的，当太阳不再升起，光来自我们本身。